大家好，这里是品牌工厂，讲述中国品牌全球化的故事。本期节目，我们来聊聊跨境人曾经的天堂，如今却蓦然衰落的深圳华南城。提到跨境电商，绕不开的一个圣地，是深圳平湖华南城，跨境电商圈知名的华南城四少。奥基、通拓、赛维、有棵树都出自这里。2002年，香港民生珠宝的老板郑松兴与4位潮汕老乡筹集26亿元，在深圳龙岗平湖造了一座占地面积约260万平方米的国际化工业原料城，这便是华南城的由来。郑松兴对华南城寄予厚望，花了500万元造了一座宏伟的城门，站在门前对首批入驻的客商说：“一只脚踏入华南城，就等于迈入国际市场。”2004年12月，深圳华南城1期项目开业运营，首期超过3000个铺位一下售出了逾70%，其中不仅有大量工商个体户，还有像杜邦、海德堡、三菱等海外巨头。开业第2年，华南城入住率就超过90%。但华南城真正被深圳人记住，是因为它孕育出跨境电商圈知名的华南城四少。它像一座时代界碑一般，见证了奥基、通拓、赛维、有棵树的兴衰起落。早在21世纪初的头几年，eBay上就已经有中国跨境卖家，多为海外华人或留学生，凭借信息差，他们将中国性价比高的产品倒卖国外，一支笔在中国卖1元，在美国能卖1美元。华南城四少之一的奥基陆海船，便是从2003年开始做留学生倒爷，售卖中国的车载 DVD、GPS 等产品，短短几年就挣了近1000万元。2004年硕士刚毕业，陆海船雇了6个德国员工帮他打理网店。2005年在德国成立奥基国际，到2006年，奥基每月能卖上百万美元。与此同时，跨境电商的人数在不断增长。2005年，在eBay做跨境电商的卖家增加了7倍，有的每月已能做到几十万美元。当跨境电商规模越做越大时，为了离供应链更近，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回到深圳。不过，他们最初的落脚点大多是华强北，陆海船也将奥基落在了华强北。但没过多久，华强北高昂的租金让跨境电商们开始向华南城流动。2007年，已有上百人团队的奥基也吃不消华强北的租金，于是将总部迁到了华南城。华南城所在的平湖，创业成本低，拥有仓储和物流配套，这是南山、华强北都无法满足的，区位优势也很明显。虽然在关外，但开车到华强北只要20多分钟。奥基在华南城短时间内就从最初200多平米的店铺发展到上万平米的办公面积。奥基的标杆作用吸引了众多跨境卖家入驻华南城，包括后来的跨境3大家通拓、赛维、有棵树。这3家后来与奥基一起被称为华南城四少。2012年，华南城成立电商产业园，当时福田的租金达到了100元左右平方米，而华南城面向跨境电商企业的租金仅为20元左右每平方米，并承诺3年不涨租金。华南城再次站在时代的风口上，成为跨境电商卖家的后勤基地，并形成了南有华强北，北有华南城的人气双雄格局。成为跨境电商后勤基地后，整个华南城都弥漫着浓厚的去欧美搞钱的氛围。2010年左右，在华南城吃饭，几乎每一桌都在聊亚马逊运营，路上随便抓一个人，90%的概率跟跨境电商相关。有一则译文佐证了这种火爆，楼下的烧烤摊小哥天天听来吃烧烤的人聊亚马逊，聊跨境电商，后来把烧烤摊收了，开始做亚马逊。华南城就这样成了跨境电商人的圣地，年轻人前赴后继，怀抱梦想冲进这里。当时到华南城上班就跟后来进 BAT 差不多，到华南城创业就是拿到了财富密码。很多跨境电商公司都在加速扩张，招的最多的岗位就是销售，底薪不高，靠提成拿工资。
但奖励无上限。当时的跨境电商企业的老板出手都很大气。当时跨境电商招人也容易，有的公司跑去校招，一下就能带回上百人来。华南城也在不断成长，信息通畅，物流方便，租金低廉，配套完善。那是一头扎进华南城，只要稍加努力，摸清套路，不说大富大贵，赚个几百万轻轻松松。不少从大麦出来的员工出来创业，赚得盆满钵满。转折在2015年之后来临，随着流量红利逐渐到顶，以往靠丰富品类的铺货模式日渐受限，促使卖家向精品化、品牌化转型，电商卖家加大了对供应链资源的争夺。一直以来，华南城最大的客户来源是中间环节的批发商和零售商，电商卖家直接控制供应商和生产商，不再依赖批发市场，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华南城里卖的东西比网上更贵，价格上没有优势，客户不愿意再来此购买，大量商户赚不到钱，也就不再购买和租赁商铺，导致华南城的商铺空置率持续增加。而2021年亚马逊封店潮，进一步打击了华南城的卖家。种种原因让华南城倒闭、裁员、搬迁的卖家数不胜数，有棵树连年亏损，通拓卖身砍100，连奥基也搬离华南城。大麦们的离去让华南城一下就冷清了下来。如今的华南城交易广场，4至6楼电商产业园的大部分店铺都是关门状态，位置最好的4楼也只有零星的店铺在经营，许多隔间的门上贴着缴费单，一些显示已经拖欠了好几年，昔日辉煌落入尘幕。华南城的衰落究其根源，在于线下批发市场模式已跟不上时代步伐。如今华南城债务缠身，今年2月华南城发布公告，预期2024年4月票据及10月票据将发生违约事件。对此，华南城官方的回应是，现金流只能保证日常经营所需，盛极而衰成为华南城最后的时代命运。华南城的造富虽已成往事，郑松兴花了500万造的那座国际之门却不会再落闸。深圳市商务局披露，2024年1季度，深圳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超1100亿元，增幅超95%，规模再创新高。跨境电商的发展已进入下一个时代阶段。中国的跨境卖家们从eBay、亚马逊到 TikTok、TMU， 锻炼出了强盛的生命力，在曲折螺旋的时代洪流中依旧纵马向前。